这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个用系数换算碳水化合物含量的方式。这个应该很少人用，但是我觉得对于刚发病不会计算碳水的初学者来说，只要知道食物的重量，就可以知道碳水化合物的含量，其实还蛮方便的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Super T1 Family 的网站，我会将网址放在下方，大家自己去点开来看。那如果你是第一型的糖友，也可以加入这个家族，你会遇到很多第一型的糖友，那大家会分享很多知识啊，很多戏剧院的使用心得啊之类的，绝对可以让你的控糖更好。那回到正题，什么是系数呢？系数这边通常指的是糖类的密度，它的定义是每1克的食物重量所含的碳水化合物。在这个网页中，大家可以去点这个系数表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食物系数，包含了主食类、蛋奶鱼肉类、蔬菜、水果等等，都帮你整理好了，其实超级多，应该是蛮够用的了。最下面很贴心的是还有文字版，它的功用就是你在手机上可以直接搜寻，你就会马上找到你要的食物系数。那我现在就用邪恶的水煎包早餐来为大家示范如何使用。首先，我先利用表格找到了水煎包的系数是 0.34， 然后我买了一个肉的以及一个菜的水煎包，称出来的总重量是227克，所以227克乘以水煎包的系数是 0.34， 等于 77.18 克。因此，即使这个水煎包没有营养成分，我们利用这个计算的方式呢，可以推测这2颗水煎包含有约77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。那单吃2颗水煎包非常的干嘛，大家早上一定也会喝一些饮料，所以我这边就选择了无糖豆浆。然后我在智抗糖搜寻水煎包，能算出最接近的分量是3.2份的这个水煎包，总共是78克的碳水化合物。那我刚刚用系数算是77嘛，那就差不多。再加上无糖豆浆的话，总碳水化合物是82克，蛋白质27.8克，脂质19.6克。可以看到碳水化合物含量真的非常的多哦，我很少早餐会吃到80克以上的碳水，而82克的碳水我应该要打14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但是我有点胆小，我怕打14单位下去会低血糖。然后我那天一起床，黎明现象就很严重，所以我一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先打了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来压我的黎明现象。然后在买完水煎包之后，开始吃早餐之前的20分钟，我想说先打1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试好了，免得发生低血糖。在吃完饭的2个小时之内，血糖看起来真的是蛮好的。然而在3个小时左右，血糖应该是很明显的压不住了。在血糖逼近170的时候，那时候血糖还在往上哦，所以我几经考量之下，决定打3单位的胰岛素。然后看到血糖下降之后，我的嘴巴又很痒，不小心吃了11克的碳水，对我来说大概需要2单位的胰岛素。后面血糖顺利下降到安全的范围，所以理论上我为了吃这个水煎包早餐打的胰岛素剂量应该是12加3减2，是13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刚算出来是14单位嘛，其实差不多诶，所以我觉得用那个系数算出来的碳水量也蛮准的诶，大家可以自己多试试啦。如果你觉得不准的话，可以根据自己打的胰岛素总量去更正系数。那我刚刚 CI 用6算，所以我13乘以6等于78克的总碳水量，还要扣掉无糖豆浆的4，表示更正的水煎包碳水化合物含量大概是74克。再除以我第一次2颗水煎包称出来是227克，所以74除以227等于 0.33。这个 0.33 就是适用于我自己的水煎包系数。因此我又去买了第2次，这次我买回来2颗水煎包称出来是257克，那乘以系数 0.33， 算出来是85克的碳水。那一样我搭配无糖豆浆还要再加4克的碳水，所以这次的总碳水量是89克左右，除以我的 CI6， 算出来要打15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而第2次吃的这一天，我早上起来黎明现象几乎没有，不严重，所以我一起床的时候并没有打速效胰岛素。
因为这是我真实的生活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有黎明现象，所以大家必须根据自己观察到的血糖状况，回诊的时候跟医生讨论你到底要怎么打胰岛素。所以这次在吃水煎包之前，我就直接打了15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然后血糖只上升了40，而且也有在饭后4小时恢复到正常范围。只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血糖是一波又一波的下去。而有些人会固定每一餐的碳水量，像是如果我这一餐只想吃60克的碳水，那我就应该把60除以食物系数0.33，这样我就要称182克的水煎包来吃，理论上就会是60克的碳水左右。但是我想这应该有点难称，因为你还要把水煎包那边切啊切的。但是如果是饭、面啊、食物、水果等等，这都是很好称的。所以这个表格在没有营养标示的状态下，其实还蛮好用的，只要你有秤子可以称的话。但是现在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问 AI 啦，因为比较快又方便。但是 AI 也会错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就可以双重的确认。那在这确认的过程当中，你也会更了解碳水化合物的含量。有的时候也不用特别去背，你就一直去做一些事情，你就会记得了。让控糖慢慢融入你的生活，不要觉得很麻烦。一般人本来就也应该要控糖，控糖并不是糖尿病人的专利哦。大家应该很清楚，第二型糖尿病的年龄一直在下降哦，因为一般人不大会有这种饮食控制的概念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如果你常把水煎包当早餐吃的话，可能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，尤其是台北随处可见了叉叉水煎包。当然，糖尿病不是说就不能吃水煎包，而是我们吃的频率不要这么高。像是我一年大概就吃个10颗以内吧，当然分量也要注意。但是我想大家应该很难控制自己只吃1颗水煎包，所以真的想吃的话，那你就吃，频率真的不要这么高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是1个月就吃了10颗，或是1个礼拜就要吃10颗水煎包，那你可能就要检讨一下你的饮食了。像是我早上吃水煎包就要打13到15单位的胰岛素，这真的是超夸张的。那如果是番茄吉士蛋堡或无糖豆奶的话，我只要打5单位。那还有猪柳蛋饼配无糖豆奶的话，我也都只要打5单位。这些单位都是扣掉了黎明现象所需要的胰岛素剂量，应该很明显哪一种早餐对你的胰脏负担会比较大吧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如果你有用过系数的话，你也可以跟我说你觉得准不准。